各位朋友，出大事了！中国终于要决定在南海把菲律宾给揍一顿了。这个开打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美国呢，在这个中东被伊朗搞的是灰头土脸啊，打不动了，然后呢，就让世界都知道了美国的深浅。可是呢，美国呢，现在呢，非要试一下中国的长短。他觉得呢，这个中国呢是一个无胆的大国，所以你看了没？中东打不动了，他又开辟了新战场，就是在南海。这两天呢，他怂恿菲律宾。菲律宾呢，首先是在联合国提出了对这个中国南海领土的这种要求，接着呢，菲律宾国内他们呢竟然把黄岩岛划到了菲律宾的领海基线以内，这不就是明着要抢黄岩岛了吗？这是谁在后边怂恿的呀？那还用说吗？那肯定是美国嘛。那美国不是在中东把那个航空母舰，你看他的航空母舰，他不敢在中东待着，他怕被伊朗的导弹打，他调到南海去了，他就是不怕中国的导弹，调到南海去了啊，让那个菲律宾狐假虎威的，这要明抢中国的黄岩岛，你说中国当作如何反应呢？这不是昨天呢还是前天呢，我看那个卢比奥啊，那个国务卿说了啊，说这个中美两国必须要管控冲突，无论是经济的、军事的冲突，这对世界来讲都是个灾难啊。那位说什么意思啊？他是怕中国呀？我倒是认为这是在恐吓中国，而且呢，他也知道中国这个秉性，对吧？你9月份你习近平还来不来呀？这个时候我让这个菲律宾在南海，我就是抢你黄岩岛，你打不打？你挑战不挑战这个美国菲律宾的防卫条约呀？你9月份你还要来不来？我的意思是来个屁！揍他就完了啊！美帝国主义及西方的这些贱人听得懂的只有大炮的吼声啊！你看华领海，那中国是怎么回答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这个在中国领土划设所谓的领海基建的声明，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等国际法，非法的、无效的，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说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等等我们都不承认，说打着这个海洋国际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的这个海洋区域法，把这个黄岩岛、南沙群岛大部分都划入了非方的海洋区域，是吧？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的在黄岩岛挑衅滋事炒作，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这个中方要求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的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将给予坚决的应对。那这个菲律宾呢，不作就不会死，菲律宾作死已经不是作了1天2天了。我在几年前给我的老粉丝就说，我认为中国在南海开战的可能性比在台海大。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形势，你们看出来了吗？各位，就是这个菲律宾现在已经猖狂到什么程度了？就是那个被中国给制裁的那个国防部长口出狂言，说中国如果是这个解放台湾的话菲律宾不能够保持中立，那个意思他要那个跟台湾一块参战。那好吧，那不正好新账老账未来的账一块跟菲律宾猴子算了嘛，就得了嘛。菲律宾某些上蹿下跳的政客真是越来越像猴子了。之前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接受采访时又大放厥词，叫嚣菲方绝不能在台海局势升级时保持中立，并扬言届时菲军将出兵接回在台岛的侨民。特奥多罗声称，一旦中国大陆启动武统，解放军的任何行动都会挑战菲律宾对巴士海峡的控制权。此外，他还指责中方的军事行动是单边主义且不合理的，并鼓吹菲律宾必须修建更多的军事基地来确保其
专属经济区和其他区域的安全。特奥多罗这番狂妄之言是最近几年菲律宾政客反复操弄的一套话术，即刻意放大在台岛务工的飞侨数量，然后推导出一个谬论：既然菲律宾在台有大批侨民，所以一旦台海生变，菲律宾政府就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出兵撤侨。其目的是为非方介入台海局势炮制一个看似正当的借口。在特奥多罗之前，菲总统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兜售过这一论调，每次遭到中方严正驳斥。事实上，菲律宾这种把侨民众多包装成必须出兵撤侨的逻辑，是典型的偷换概念。台湾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中国内政，台湾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特奥多罗和马克思却把撤侨这一本应通过外交渠道协商解决的民事议题，有据为军事介入台海的政策借口。但无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其他国际法文件，都没有赋予任何一个国家以撤侨为由动用军事力量强行进入他国领土的权利。特奥多罗和马克思之流拼命鼓噪出兵撤侨，实质上是以保护侨民之名，行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实，甘当美日干涉台海的马前卒。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危险论调并非出自菲律宾某个在野政客或退休官员之口，而是得到现任总统和防长反复宣扬和背书。这恰恰暴露出马克思政府所谓菲律宾不愿卷入台海、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承诺根本不可信。他嘴上说着保持距离，行动上却以撤侨为幌子，勾结美日，一步步虚化和掏空一个中国原则。至于特奥多罗所宣称的中国会挑战菲律宾对巴士海峡的控制权，更是荒谬。伊朗声索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起码还有一个领海毗连当理由，但菲律宾有什么？巴士海峡是国际社会公认的重要水道，既不是菲律宾领海，更没有赋予任何国家单方面控制它的资格。更滑稽的是，马克思政府一贯主张霍尔木兹海峡应保持自由开放，不受任何国家单方面控制或阻断，但如今作为非防长的特奥多罗却大言不惭地宣称菲律宾要控制巴士海峡。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双标，而是赤裸裸的自我否定和弃女扩产。菲律宾对巴士海峡所谓的控制权主张，无论从主权归属还是从海洋法角度看，都找不到任何站得住脚的依据。这种与其国力、法理地位严重不匹配的野心，除了徒增笑柄，只会让周边国家更加看清谁才是破坏规则的那一方。纵观本届马克思政府的表现，其最鲜明的特点莫过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马克思在台上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重置中非关系，但台下却放任特奥多罗之流对中国大放厥词。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派表明，马克思政府根本没有诚意修复中非关系。所谓的重置关系，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用来敷衍国内和国际舆论罢了。菲律宾若执意效仿日本当年赌国运的做法，试图在台海复制一场危险的投机，其结果绝不会比日本好到哪里去，只会把自己拖入一场无法承受的灾难中。在菲律宾发布的消息中，记者注意到，对于此次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行为，菲方多次提及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试图粉饰其合法性，但其行为恰恰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所体现的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精神。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驳斥指出，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从来不属于自己的领土，菲律宾却从未停止搞小动作。让我们来梳理一下10余年来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先是在国内出台所谓领海基线法案，将黄岩岛列入在域外岛礁划设基线的范围，又违背国际法，单方面提起非法南海仲裁，再推出所谓海洋区域法，以国内立法形式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区域。此次向联合国提交所谓海图，不过是这一系列操作的延续，企图裹挟国际社会为其非法行为背书。领土主权的来源主要是历史权利、国际条约还有实际管辖，不可能通过国内立法来扩张领土、宣示主权。所以菲律宾的这些操作在法理上、逻辑上和现实实践上都是不成立的。这是我们看到，就是他把黄岩岛的所谓的他的基线推到联合国的平台去，对一个不拥有主权的岛礁公布领海基线，这是没有任何法理意义的。所以这个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在国际上做这个虚假的认知的传播。上月22号，在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东盟各方明确表达了希望在年内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期待。但菲律宾却无视各国在其家门口的呼吁，依然我行我素，派公务船侵闯中国黄岩岛海域，联合美日开展所谓联合巡航，不断上演先挑衅侵权后混淆是非的戏码。菲律宾方面也明确表达了希望
管控海上分歧这样的意愿，但是他转过头来，那么又在向联合国提交这个所谓的领海基线，还有这个海图，这就反映说他这种反复言而无信，是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的一个内部的震荡源。中国和东盟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正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迈过关键的这个门槛。本来大家是坐下来通过沟通交流协商解决问题的，他进一步用法理的挑衅，用现地的这些破坏性的行为，这些对地区安全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对各方的互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呢，也造成了很多误判的这种风险。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方明确表示，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也于今天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事实一再证明，中方与东盟国家有智慧和能力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但中方更有实力和决心彻底粉碎任何国家妄图蚕食中国领土、扰乱南海局势的卑劣野心。菲律宾单方面提交的所谓海图，既无法律效力，也改变不了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一张废纸划不走中国领土。中方此次声明清晰画下红线，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但若有人执意借国际平台搞法理闹剧，不断挑战中方底线，中方必将坚决反制，绝不手软。由此引发的后果，由菲方自负。8月1日，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开展海空联合演训，多视角演训画面对外公布。此次行动针对当前南海局势，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南部战区直接点明，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方划设所谓黄岩岛领海基线非法无效。战区部队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同一天，多部门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机制。管理办法明确，保护区实行严格保护，严禁非法捕捞、破坏珊瑚礁等行为。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以及因保护管理需要组织开展的活动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保护区。管理机构将依法查处各类违规行为。踩踏中方红线，必将付出代价，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菲方承担。解放军南部战区宣布8月1号，在这个黄岩岛这个周边海域及空域行使海上及空中的联合演训，完全就针对7月31号菲律宾突然把他的所谓的这个黄岩岛的这个领海基线图这个送交联合国存放这件事情的一个立即强力的一个反击言出必行然后用行动来表示对菲律宾单方面这个作为的一个反击。去年10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已经宣布了黄岩岛成立这个自然生态保护区，也就在8月1号，大陆就正式公布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所以这一条法令就显示中国大陆捍卫这个黄岩岛的主权的一个坚决的态度，以及具体施行的办法。我想这是两个重拳打向菲律宾，而且把菲律宾这个向联合国存放所谓的黄岩岛的领海基线图这个图谋把它用具体的形式把它打消掉。我想菲律宾将来想要在黄岩岛有任何的活动我想会遭遇到中国大陆从政策、从军事、从实际法令上多管齐下的一个驱离跟这个打击。你看人家台湾的名嘴谢文吉都说，这个小马克思那这是屁眼子拔罐子，作的紧死得快，他作到头了。中国的反应菲律宾抢黄岩岛以后出台了2个举动一个是中国出台了说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即日起实施。什么意思就是黄岩岛是我们的自然保护区，谁进来破坏环境我就抓你，这是一。二是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开展了实战演习，重点演练包括什么呀？包括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是一文一武。这就意味着下一步中国对菲律宾就实行拖船抓人的举动了。如果菲律宾敢于反抗的话，那就直接给他击沉。
这回菲律宾的确把中国给惹毛了，各位啊！如果中国再不做出回应的话，那中国这个脸那可真就掉到地下，就再也拾不起来了。人家都抢你的领土了，你还不动手？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